公开选妃，公园野战，包养情妇更是不计其数。权力历来都是最好的春药，这句话我不接受任何反驳。大家好，我是微笑。我说过的落马官员中，有的贪财，也有贪色的，但能把色这个爱好玩出理论、玩出实践、玩出商业模式的，恐怕只有2009年落马的福建省委前秘书长陈绍勇了。这家伙简直就是一位被官场耽误了的色界艺术家。2010年，福建省原常委秘书长陈绍勇因收受他人巨额财物、礼金、礼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生活腐化，被判处无期徒刑。他曾经是福建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可谓是前途不可限量，最终官至副省级，将权色巨贪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走到如此地步。陈绍勇是福建漳州龙海人，出生于1955年。1977年的时候，陈绍勇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进入龙海一中担任历史老师，此后又历任学校团委副书记、学校部副部长等职务。由于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再加之工作能力突出，陈绍勇受到了领导的赏识，能文能武，口才又好，仕途顺得像开了挂一样。1983年，陈绍勇被提拔为共青团龙溪地委副书记，此后仕途是步步高升。1987年，年仅32岁的他就当上了福建共青团省委书记，成为福建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你看这履历闪闪发光，对吧？但问题是，人家白天研究历史，晚上研究的却是人类起源的历史。办案人员后来在他家搜出了2000多张世界各地的情色碟片和书刊。注意这个量词是2000多张，堆起来比他本人还高。这家伙看来是在职业生涯初期就已经为自己的第二事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当同龄人在琢磨怎么写报告、怎么开大会的时候，咱们的陈书记已经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完成了从理论到审美的原始积累。这种钻研精神，就问你服还是不服？当然，光有理论那是纸上谈兵。咱们这位大师最擅长的就是理论结合实际，于是他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时陈绍勇担任共青团省委书记，就利用职务之便收拢了多个女人，其中他和下属的县级市团委副书记张雪的故事更是沦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也被称为森林公园风流事件。1991年，陈绍勇在一次团委宴会中与县级市团委副书记张雪相识，两个人心有灵犀，逐渐互生爱慕之情，多次在福州各大酒店偷偷幽会。由于陈书记钻研过国外历史，爱好肯定有所不同，他觉得在酒店里约会太没劲，缺乏创意，缺少点跟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也为了追求刺激，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带着张雪大半夜摸进了不对外开放的国家森林公园搞野外训练，月黑风高，草地为床。正当两人准备升华革命友谊，探讨生命起源的时候，两道手电筒光柱啪的一下就照在了他们身上。接着突然传来一声厉喝，原来是公园的2名保安正在例行巡逻，恰好撞见了这一幕。公园的巡逻保安还以为抓住了小毛贼，结果定睛一看，好家伙，这两人居然没穿衣服。保安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不断盘问着眼前这对惊慌失措的野鸳鸯。陈绍勇不敢暴露身份，只得一再编造谎言搪塞。谁知保安说什么都不相信，非要带着两人去保卫科，必须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被逼无奈之下，陈绍勇只好拿出了工作证，表明了身份。如此一来呢，保安更是不相信了，心想这年头骗子的胆子都这么大的吗？撒谎都不打草稿的，堂堂的厅级官员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儿来呀？这人肯定是假装高官，招摇撞骗之徒。2名保安强扭着陈绍勇来到了公园的保卫科，值班的科长不敢大意，打电话叫来了警察。一核实身份，好家伙，还真是陈书记本人，这下场面就非常尴尬了。警察和保安们这才不断的赔礼道歉呢，这可惹不起。他们估计一晚上都没想明白，这世界怎么了？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陈绍勇虽然成功脱身，显然此事已经掩盖不住了。这事儿一出，朱歌勇这个响亮的名号就非他莫属了。科普一下，朱哥是福建地区对好色男人的称呼。这次的桃色事件在福建官场传得很广。然而陈绍勇的仕途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被提拔重用了。1992年，陈绍勇前往莆田担任副书记，后又升迁为市长，从一个虚职的高位调到了一个手握实权的高位。这波操作直接让陈绍勇悟了，原来实践中的一点点小波折根本不影响我艺术道路的追求啊！
于是他彻底放飞自我，荒唐好色行径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是变本加厉，开启了他辉煌的第3阶段。陈少勇刚去莆田不久，他觉得1对1的实践探索效率太低，不成规模，得搞点大动作。他打着宣传莆田文化的旗号，大张旗鼓地办起了形象大使选美比赛，听这名字多正能量。但实际上呢，陈书记亲自担任组委会主任，往评委席上一坐，那眼神都不在选手才艺上，全程就跟皇帝选妃一样。这不禁让微笑想起了《甄嬛传》选秀胖菊当评委的名场面。这次比赛最终选出的10位形象小姐，其中有3位后来都成了他的地下情人，并且都得到了精准提拔。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把爱好和工作完美结合，把公权力变为了自己的专属选妃系统。陈少勇为了讨好和稳住这些情妇，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这3位里有小学的老师，有工厂的女工，还有医院的护士。经过陈少勇的一番操作，他们纷纷获得了提拔。女教师当上了教育局的副科长，女工人承包了工厂的食堂，医院的护士则被调到了招待所，成了管理人员。陈少勇在莆田的这段日子，是他权力意志最膨胀的时期。他将形象大使这种本该提升城市软实力的文化活动，变成了满足私欲的选美场。在选拔过程中，他并非隐身于幕后，而是以总顾问的身份亲自面试复试。那3位最终被他收入麾下的女性，其实都是他权钱交易的牺牲品。为了给这些情人提供所谓的前程，陈少勇公然违反人事提拔制度，甚至越过组织部门直接下达调令。那名原本在车间挥汗如雨的女工人，摇身一变成了工厂食堂的承包商，背后其实是陈少勇动用市长权力，强行终止了原承包人的合同。陈少勇对付女人的手段可谓是层出不穷啊！他曾经对一个女医生垂涎已久，利用各种手段，终于抱得美人归，强迫女医生当了他10年的情妇。这名女医生名字叫黄瑶瑶，出生于1966年，比陈少勇年轻了11岁。黄瑶瑶从医学院毕业以后，进入福建的一家医院里做康复科的医生。1993年和省机关干部陈浩结婚，婚后生有1子。本来幸福稳定的生活，但是在1998年改变了。那天黄瑶瑶正常上班，看到医院领导陪着一位中年人走过来，她很自然地走上前去打了招呼。那名中年人正是陈少勇，他颈椎不太舒服，特意来福州的医院调理一下。眼见穿着白大褂的黄瑶瑶长得眉清目秀，身材也是玲珑有致，而且正好还是康复科的大夫。于是乎，陈少勇就点名让黄瑶瑶来帮忙调理，还开玩笑地说道：“有你这样的美女医生调理，作为患者也是幸福的。”此后，陈少勇时不时地驱车100多公里，从莆田来到福州，专门找黄瑶瑶调理身体。1998年的10月，院领导下了命令，陈书记颈椎病疼痛厉害，需要你去莆田调理一下。黄瑶瑶没办法拒绝呀，只身来到了莆田。刚一见面，陈少勇就说道：“没想到你穿着便服，另有一番风味。”黄瑶瑶此刻没敢回应，低头做着调理工作。调理工作结束之后，陈少勇顺手搂着黄瑶瑶的腰说：“听说你在医院不太开心，我可以帮你调到合适的地方。”黄瑶瑶的确不满意康复科的职位，但陈少勇如此明目张胆的许诺，让他难以接受。他不想以这种方式换取好的工作岗位，黄瑶瑶拒绝了。但陈少勇面不改色地说：“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作为情场的老手，陈少勇自然懂得拿捏女人的心理。黄瑶瑶刚回到福州不久，就遭到了一位老患者的投诉，说她把患者的腰椎给调理坏了。黄瑶瑶面对老人百口莫辩，委屈只能闷在心里。其实这一切都是陈少勇指使的。1998年11月，院领导再次要求黄瑶瑶远赴莆田为陈少勇调理。再一次见面，陈少勇干脆开门见山，说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被你深深吸引了，以至于我现在茶不思饭不香，只想你。面对陈少勇赤裸裸的求爱，黄瑶瑶一再拒绝。她有幸福的家庭，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她并不想打破。于是陈少勇就威胁说：“你不为你自己考虑，也得为你的丈夫前途想一下吧。”这话是不是听起来比较熟悉啊？貌似隔壁的小日子们最喜欢做这种事儿了。这种剧情，我想屏幕前的你也有所耳闻。陈书记作为一个资深的艺术家，肯定深知后面的剧情该如何发展。那么黄瑶瑶最终能否答应陈少勇的请求呢？黄瑶瑶回到莆田不久，她就被提拔为康复中心的副主任，而她的丈夫陈浩则从机关部门调到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职位上。黄瑶瑶开始并不清楚这背后的阴谋，
陈少勇随后赠送了一个钻戒，祝贺他升任副主任。黄瑶瑶开始是拒绝的，但陈少勇打了电话，强迫他收下。此后陈少勇让他去莆田调理，黄瑶瑶总是找理由拒绝，这一下可惹怒了陈少勇。1993年3月，黄瑶瑶被举报处理医患关系不当，从副主任降为普通医生。黄瑶瑶隐约觉察到了自己的升职，降职背后操纵的都是陈少勇。为了摆脱操控，黄瑶瑶提出申请换家医院工作，结果遭到了驳回。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陈少勇又一次冒了出来，对着黄瑶瑶大献殷勤，倾诉爱慕，还拿黄瑶瑶丈夫陈浩的前程来要挟她，逼得黄瑶瑶不得不就范。黄瑶瑶实在是没辙了，最后只能选择低头屈服。她开出一个条件，说可以陪陈少勇一次，但前提是必须把他提拔到另一家医院的副主任位子上，自己的丈夫也得从妇科提拔到正科。1999年5月，黄瑶瑶委身于陈少勇，用身体换来了前途。陈少勇也算是言而有信。不久之后，黄瑶瑶被调任到了省重点医院担任副主任，而她的丈夫也升任了正科。虽然黄瑶瑶原本只打算陪她一次，但陈少勇却一再要求与她见面，她根本就没办法拒绝他的请求。每一次两人见面，陈少勇都会送上贵重的礼物，还会精心安排浪漫的晚餐。这几次交流相处下来，黄瑶瑶有点开始享受这样奢华的生活了。与此同时，陈少勇却无法忍受自己的情人和别的男人有了亲密接触，他命令黄瑶瑶必须离婚。这黄瑶瑶舍不得丈夫和孩子，自然不能答应。结果陈少勇发威了。1999年8月份，一天黄瑶瑶下班之后，丈夫面目狰狞地抽了她一个大嘴巴，没想到你这么贱，给我滚！黄瑶瑶心里很清楚，东窗事发了。她哭诉着请求丈夫原谅，说自己都是迫不得已的。陈浩质问道：“你可以告那混蛋呀！”黄瑶瑶深知陈少勇的能量，只能回答：“告不赢的。”陈浩想了半天，终于想明白了自己的职位为何忽上忽下，原来背后都是陈少勇在捣鬼。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他感到绝望，更感到作为男人的尊严遭到了践踏。最终陈浩提出离婚，带着儿子离开了黄瑶瑶。离婚之后，陈少勇将她调到了莆田的一家医院，并给她买了一套商品房。至此，黄瑶瑶成了陈少勇的固定情人。黄瑶瑶深知自己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为今之计只能想办法和陈少勇结婚。可是陈少勇是有老婆的人，他们俩的感情先放一边不说，至少陈少勇在外面花天酒地，他老婆可是毫无怨言。从这里就能看出来，夫妻两个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陈少勇为了安抚黄瑶瑶，承诺只要出国就带她一起去，还把她提拔为了一家医院的院长。如此一来，黄瑶瑶也觉得陈少勇能给自己一个未来。2000年的时候，黄瑶瑶怀孕了，她开始想打掉孩子，可是转念一想，也许可以利用孩子逼着陈少勇娶她。2001年，孩子出生了。当陈少勇得知是男孩以后，一度喜出望外，还许诺一定会离婚，然后两个人再结为夫妇。2002年，陈少勇升任宁德市市委书记以后，对黄瑶瑶愈加冷淡。除了新鲜劲不足之外，还因为他结识了一位更有魅力的情妇，女商人郑少卿。郑少卿的丈夫在1993年去世了。郑少卿接管了其名下的企业，一共有16个公司，总资产高达9个亿。郑少卿为了获取巨额的利润，其名下公司经常走私紧俏物品。而陈少勇的妻子正是宁德海关的关长，成功查获了郑少卿的走私。结果郑少卿奉上了100万元，陈少勇的妻子才将其放过。事后郑少卿再次送上100万元，算是彻底和陈少勇的妻子搭上线了。俩人熟悉之后妻子将郑少卿介绍给了陈少勇。结果陈少勇一见之下爱慕不已。陈少勇喜欢看古典小说，郑少卿的形象完美的契合了他对古代美人的所有想象。陈少勇对这位美人一见倾心，郑少卿自然也盼着能找个靠山，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块儿。陈少勇的妻子知道这事儿以后并没有大吵大闹，反而跟郑少卿处成了好闺蜜。这3个人的利益早就纠缠在一块儿了，自然不可能撕破脸皮呀。这种荒诞的3人关系揭开了陈少勇权色交易中最黑暗的一角。如果说黄瑶瑶代表的是他对手无寸铁女性的权力霸凌，那么郑少卿则代表了他与资本深度勾连的权力共生。郑少卿不仅仅是一个情妇，他更是陈少勇在商界的白手套。那所谓的16家公司在陈少勇权力的羽翼下，几乎垄断了当地某些重要物资的进出口贸易。陈少勇的妻子作为海关关长，本应是守门人，却在金钱与利益的诱惑下主动撤下了防线，
甚至亲自为丈夫牵线搭桥、介绍情妇。这种家庭内部形成的腐败共同体，让国家法律和行政监管彻底失效。陈少勇不仅在宁德期间大肆敛财，更利用郑少卿的资金链为自己更高级别的升迁铺路。这种权钱色交织的结构，比单纯的贪污受贿更具隐蔽性和破坏性。他们三人经常同进同出，在当地的高档会所中商讨着动辄千万的生意，全然不顾百姓的疾苦与社会的公正。陈少勇甚至在某些重大决策上直接听取郑少卿的建议，将公共政策变成了私人定制的逐利工具。另一边，备受冷落的黄瑶瑶则不同了。她带着儿子找到陈少勇，正好撞见了郑少卿。结果陈少勇风淡云轻，毫不在意地问郑少卿：“这孩子确实是我的，你看着办吧。”在黄瑶瑶看来天大的事情，其实陈少勇并不在意。直到那个时候，黄瑶瑶才幡然醒悟，自己不过是陈少勇众多情妇中的一个，根本无足轻重。随着孩子的长大，身边有同学嘲笑他是私生子。黄瑶瑶心疼孩子的遭遇，将情况告诉了陈少勇。陈少勇一番考虑之下，安排母子两个人出了国。缘分浅薄，他远赴澳大利亚，离开了这片是非之地。在随后的几年里，陈少勇的仕途一路高升，直至官至省委常委、省直机关工委书记。时间来到2009年，郑少卿因为走私一事被人举报，被捕之后，他把陈少勇夫妇给供了出来。而黄瑶瑶则做了他长达10年的情妇，等来的却是陈少勇被捕的结局。最终，陈少勇因为受贿819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老婆和情人也双双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回顾陈少勇的艺术人生，你会发现，他不是单纯的贪，而是一种系统性的产业化的堕落。他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满足自己病态的欲望上。他以为自己是时间管理大师，游走在权钱色之间，结果是把自己的人生牢牢地锁死在了这个由他亲手打造的畸形的铁三角里。一个有着远大前途的官员，官职副省级的干部，忘掉初心，失去信念，成为阶下囚。他这一辈子看似风光无限，阅人无数，到头来无非是给自己演了一出荒诞至极的独角戏，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曲终人散，独自领刑。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